好吧？这个陈彦祥呢，烧死他8个至亲，哦，那二审逆转，哦，说呢不用判死刑啊。那另外呢，他说我纵火啊，那请警察救人，所以现在说那他这还没有到那个罪大恶极、最坏的这个地步啊。虽然烧死了8个亲人哈，那另外呢，他有自首。高院说地院让判死刑了，高院说凶手不是狡黠阴暴之人，没那么坏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判了无期徒刑嘛哈，这是宪法法庭实质废死以后第一个例子。这判死刑现在条件很多，各种限制啊，干脆算了，好，法官就判了个无期就了不起了啊。那另外呢，他为什么能够这个烧死了8个至亲啊？然后呢还被这个讨死刑啊？那基本上呢，这个他们家人很不服气了，说呢他在纵火以前呢，他的太太还苦苦哀求他不要点火，是说已经哀求你说我一时冲动，哀求你不要点火，但是他不仅点了，还冷眼看到他太太冲到火场救孩子，自己逃到门外去，哦，然后看家人在火海中哭喊死亡，哦，我的女儿到死还抱着她的宝贝，紧紧的抱着，只有我的孙女是完整的，其他人都是变成一个黑焦炭一样啊，所以这么惨啊，哦，然后现在居然在这种情况下，以前是说哎呀杀死1个不判死刑，现在不是了，8个都不判了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死者的家属控诉哈，说你法官救他救的是恶魔啊，哦，你不要以为法官是有多伟大哦，心胸多宽广啊，多么有人道精神呐啊，所以王宏威说这是为实质废死开第一枪，哦，烧死8个人，哦，那另外呢，当然大法官提名人呢，张文珍是院长哦，是回避废死了哈，他不太愿意表态哈。黄国昌说非常失望，我们看一下。炙热烈火吞噬整栋房子，大火不停往上窜烧，屋内的人根本逃不出去，短短几分钟葬身火窟。2022年6月15号，新竹这间轮胎行被老板的小儿子泼汽油纵火，他3个小孩、妻子、母亲、妹妹和大嫂，还有1岁的侄女全被烧死。他变成无意纵火，却在泼洒汽油之后，在唯一的逃生出口扔下点火的卫生纸。一审法官将他依照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判处死刑，但案件上诉2审，陈姓被告的法服律师团主张不能判死，认为这不符合宪法法庭2024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规定，所谓杀人罪必须是情节最严重，但到底什么是情节最严重？宪法法庭似乎没有明确定义。案发后时隔2年，从高处往下看，原本是一个大家庭住的家，一场恶火夺走8条人命，死者家属数度泪崩。8位往生者里面有4位是我们最爱的亲人呐，4位，到底有谁可以为我们伸张正义？废死议题讨论多年，夺走8条人命，一审判死刑，2审却改判无期徒刑。法官沈卓虽然陈彦祥在与父母争执之后不惜与他们同归于尽，但仍深爱妻小。犯案之后哭喊警员赶快救火，认为并非直接故意烧死其他人，现场也主动坦诚纵火符合自首要件，因此依法减轻为无期徒刑，也成了死刑释宪限缩之后的首案判决。这个案子当然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哈，而且就这个死亡的这个家属、受害者的这个家属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悲戚跟悲鸣啊，你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今天真的是一个恶行非常重大的人，他在烧死，然后杀死他的妈妈、他的太太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只要喊一个我自首，我就可以免除于死刑的这样的处罚，这是公平的吗？这个对于被害人是公平的吗？大法官、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他在立法院的接受人事权的询答的时候呢，他说宪法法庭呢做成说死刑呢必须一致决，美国也是这样哈。他说美国呢陪审团呢也必须要有这个一致决。我要强调的是说，美国采取的这个司法的体系啊，这个英美法系跟我们这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啊。他的评审团的一致决在死刑上面，他先经过了审判的程序之后，做出有罪的判定以后呢，
再进入到量刑的这个部分，由检察官呢针对他的刑的轻重然后来做各种各样量刑的这个处理，然后评审团呢经过这个一致决。可是我们的体系呢跟美国不一样当初呢在这个司法审判的时候呢，并不要求法官呢在判死刑的上面必须要采取一致决，是大法官会议宪法法庭呢，我觉得侵入了法官的审讯和裁量权，要求说死刑呢必须采取要一致决。这不但呢造成了这个在未来的实质判死，就是实质废死的一个状况，也使得过去之前的时候呢被判处死刑的那些死刑犯呢，现在呢得以然后提出这个最高提出这个上诉，非常上诉呢来去进行重审，去重新审查这个案子。这个在于公平正义上面呢是造成了非常极大的一个扭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在目前在立法院呢进行这个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被提名的大法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去闪躲你必须要清楚的说出你的主张如果有些这个大法官是主张废死的，那你在面对未来的，如果说再有人提出释宪案，希望能够改变现在的大法官曾经做成的实质废死的这个决议之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不能够说只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这个不针对个案来进行讨论，不针对假设性的问题来回答。大法官他要维持这个公义以及宪法的这个恒定性，他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做出一个清楚的交代。南亮君，当然现在大家看到，其实这个我可以说是人伦悲剧了其实大家都看到非常的痛心但是回到这个宪法法庭在9月26号的判决，其实在这个死刑的部分宪法法庭还是判这是死刑是合宪的，当然它设下一些条件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当然对于说到底在罪责上面要怎么样去调整，其实接下来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就是配套啦，相关的配套，因为你接下来说好，那如果接下来是无期徒刑，那你不得假释或者是终身监禁，这些配套其实都应该要跟着下去做。那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宪法法庭并没有废死，那他还是认为死刑是合宪的。那现在大家争执的点在于说，第一个，当然刚刚大家看到这个案子里面，到底什么叫做罪行情节重大？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的。再来就是说，大家会一直讲说，那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嫌疑人他用精神疾病的部分来试图为自己开脱？我想在这个部分，在配套的法律上面，必须要去做明确的这些规定，才能够说让大家，因为民众现在当然对于这个现在这个判决出来，大家民心浮动嘛，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未来是不是接下来33个死刑犯，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会提出非常上诉？大家民心浮动的状况底下，其实在这个时候去讨论配套，或者是刚刚大家提到的，在精神疾病的部分，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状况来逃脱自己的罪责？我想在这个部分是应该适时的能够进一步来去做社会的沟通跟讨论。志轩。这个大法官并没有在文字上说废死，可是，在条件上面基本上已经实质废死。但我们讨论到这个个案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个宪判扒出来以后，其实死刑一致决的判决是在处理什么？死刑的正当性，究竟一个人犯了这样罪之后，你能不能够夺取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个价值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今天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我国现在对于人民对于司法的信任度49.2%不信任。信任的只有30%多，那这个东西说真的，它如果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其实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我讲一个例子就好，希特勒当年不就是透过人民公投去推翻当年的威玛这个共和宪法嘛？所以今天讲回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讨论对于价值，或者这些大法官也好，刚刚乃金姐讲到，你在地法院里面。这个价值是你必须要直球对决。在美国大法官堕胎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是非常鲜明的。今天死刑在台湾是一个造成高度讨论的。今天你的立场是什么？你要担任我们中华民国大法官，当然有必要交代清楚。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管是从司法院长，或者是到这些大法官，你看不到明确，甚至我们民众党发出的调查问卷，你也看不到具体的回答。那大家在打模糊战，
然后反正现在有宪法法庭的判出来的东西，我没有说废死啊，可是实质上你觉得达得成吗？我就问一个，刚刚各位观众你们看到这个画面，你认为这个家属，你认为他的心里会相信我国的法律吗？会相信我国的司法吗？这是非常大的对于民主社会的伤害。而且我补充一点哈，就是说现在对于死刑到底有没有遏制犯罪的这样子的效能哈？是司法界辩论很多哈，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呢。当你大法官做成这种实质废死的决定之后，他却可能会助长那种极恶之犯行的产生哎，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案例，好，比如说我借着什么精神疾病啊，或者是说我只要在犯下重刑之后，我只要说出我自首，哈。然后你就可以起码你就免除死刑了。然后呢，你之后呢判了无期徒刑的时候，搞不好还有机会可以假释嘞。我想补充乃先讲的，这是最让人觉得悲哀的地方。这次烧18位之心的陈彦祥从死刑判为无期徒刑，法官理由是什么？2审法官认为凶手在自首时要显露懊悔自责的态度，人不坏，所以符合自首要件，减刑改判。但是知道吗？在1审法官他就已经认定凶手符合自首条件了。但为什么还判死刑？因为他认为凶手情节太重大、太恶劣，为了维护治安，绝对要死刑。可没想到，居然到了2审之后，同样用符合自首条件来改判他的死刑，变成无期徒刑。这事情是多么的荒谬啊！包括之前还有一个，大家还记得吗？士多奖女教师被杀害的事件，那个时候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原因是什么？是说因为不能够完全排除被告有更生改善的可能啊。要知道，当时那个凶手之前是被法院5度判强盗杀人罪处死的人，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居然变成了有更生改善的可能。我跟你讲，你问那些家属到底是作何感想啊？你看人家哭成那个样子，现在台湾在绿营的执政之下，好像变成了什么？是加害者的国度哎，因为受害者家属没有人权，只有加害者有人权。尤其是大家知道，无期徒刑的犯人，他不是永远关在里面哎，他只要25年之后，大家觉得法院觉得他处事良好，态度良好，就可以啪啪照出来，继续没有事情呢。这些事情到最后的结果，谁来承痛这个悲哀？全部都受害者，包括整个社会要来承担这后果。我反对废死。从最刚开始的记者会，陈老师的记者会是我跟中宪他们一起去开的。那我们很沉痛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不能保护我们的小孩子在街上不被杀，可是我们绝对会保护杀我们小孩子凶手不被制裁。这是什么样的民主法？这是什么样的法律会去泯灭人性到这种地步？我实在看不懂。中宪做了20年检察官，我们私底下聊天说，佩祥真的，翔哥真的，这世界上有恶魔的，这世界上是有恶魔的，我看过太多例子了。然后陈老师那天在我们前面哭的时候，我们是立法委员，我们在镜头前面，我们要表现出民意代表、高知识分子这样子，可是我们心都在痛，因为他妈妈被杀了，是被残酷的残忍杀了，他甚至他死者的儿子也是高知识分子，他甚至我要想说，到底这个人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忽然丧心病狂？没有，只是一时不爽。那如果我们不去把这种东西来去把它制止的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会变什么样子？我们如果不能相信我们的司法正义，那最后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做私刑正义 （vigilante justice）？我们把所有人，因为我们杀我们的人，我们无法制裁他，说我们自己亲手动手干掉他，可不可以？德国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日本当初在不判死刑的时候发生一样的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吗？所以我反对死刑，我真的反对死刑。律师我反对废死。律师他是会保护还活着的人，可是死去的人谁来保护？死去的人权谁来伸张？检察官跟法官不就是应该被这些受害者伸张权益吗？那他们的不要讲说报仇，他们的正义与其让施行正义冤冤相报何时了？为什么司法不能国家机器？为什么不能把这公权力施展开来，让所有人获得一个平抚呢？美国现在还有31州还有死刑，美国、日本啊、韩国不用讲都有。我不讲过嘛，在欧洲没有死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去问那个欧洲人都知道，警察当场就把你打死了，什么还等你将来告？警察也知道啊，你有没有常常看到警察围捕嘛？当场就一枪给你毙命。我们警察敢打死人吗？我们这种伪善不能再下去，这种伪善不能再下去。
大法官的人事案哈，姚立明啊，因为大概他比较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跟争议了哈。他被认为是变色龙，因为他从新党到亲民党，然后到民进党，这反正就是好几个党啊。他说我一生不求官，哦，我也不忠于任何一个党，我忠于我自己的良心啊，这是他的讲法了哈。那他说他也不排斥任何人，哦，他说韩国也找过我啊，对不对？你们都找过我啊，那么找我的时候我是好人，哦，现在我变坏人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姚立明说他自己不求官是废话。那你不抗拒酬庸，就不是酬庸吗？哦，你不求官，但是呢，你还去做官啦，啊，意思是这样啊。那他这次主要是因为赖清德竞选的什么主委还是什么东西啊？竞选总部主委。那司法院副院长的人事审查，因为他是姚立明是副院长嘛，他认为我是有专业的、有良心的，但是我也知道不容易过关啊。那另外呢，他花10分钟演讲，他一生不求官。国民党说你是回避法律专业问题，你这扯这东西干嘛呢？对不对？你当个这个司法院副院长，你总有一些法律的专业啊，到底你有多少著作啊？哦，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啊？你在国际的这个法律界里面，你到底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声望？你就讲这些东西嘛。那但是姚立明保证说赖清德不可能戒严，他怎么能保证谁能保证谁？我也不知道啊。媒体人黄阳明说他还是竞选的总部的主委嘛，他怎么能保证赖清德呢？哈，那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姚立明说，虽然我认为赖清德不会实施戒严，但是呢，修法，因为他们现在问他赞不赞成修法嘛，就是这个大陆那时候民国34年制定的，就你戒严以后呢，1个月之内要召集，因为大陆很大啦，你立委从各个地方跑，交通不方便，那现在呢，台湾是说台湾这么方便。需要1个月吗？所以有立委认为24小时，有人甚至认为说应该先同意，立法院通过以后再实施。将来会怎么样？姚立明认同说可以修法，但怎么修呢？看你们立法院嘛啊。那有媒体讲了说，如果大法官都听话，根本不需要戒严了。什么事呢？大法官你们大法官就帮你处理了。好，我们看一下。你是创党元老，你是不分区不是创党元老？难道民众党回头？民众党的党纲，你全部都有参与吗？面对在野立委猛烈质询，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没在怕。你问我前半段现在赞不赞成国防和外交经费的增加？我回答是我赞成，可是你完全没有提社会福利经费啊！我当然有提啊，我刚刚提的我问题。我特别，你如果问我社会福利经费之后哈，我当然会认为要排挤嘛。你很可能需要去看耳鼻喉科做听力检查。陈昭姿怒呛姚立明有耳背，记忆力也衰退。施明德、洪山军是胜诉还是败诉？我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王定宇指控洪山军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参与，诉讼我也不知道。最后的败诉，全国人民完全没有施明德有什么财务不清，我也不清楚。但对姚立明更多的质疑，恐怕是他的政治色彩，一路从新党、红党到柯文哲，最后支持民进党。全是被动的，我被动的被柯文哲邀请，我被动的被施明德邀请，我被动的被赖清德邀请，我甚至于被动的参与新党选举立法委员，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所以不是变不变的问题。甚至于韩国瑜在选市长之前邀请我跟他谈过以后，你们都不知道。质询台上，姚立明大爆料，强调自己不忠于政党，只忠于良心和专业。我赞成国会有调查权，可是请区别：第一，司法有调查权。了解。说那个戒严还是？对戒严。我当然同意，我甚至于认为我非常同意属于韩国的那个制度。面对资格审查，姚立明勇敢做自己，或许也是知道被提名人可不见得人人都能成为当选人。通过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我当然心知肚明。林涛，姚立明的事情哦，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你就可以知道漏洞百出。这要一项一项来看。第一个，沈伯洋说改这个戒严法会破坏国家安全，所以看起来整个民进党这些主流的这些民意代表，他们是想要戒严的啊。我们是想要把这个审查权24小时改成20小时，原本是1个月，那他就可以保障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会受到一个独裁的个人的决定而影响过久。他如果宣布29天，第30天才来做复会，怎么可能这样子嘞？那所以呢，依照沈伯洋他反对，姚立明支持，把他这个人事审查权把他否决。
对不对？沈伯洋，你要投票的时候一定要否决姚立明哦。那来看姚立明哦，他现在说他不分党派、不分蓝绿，结果他马上说赖清德绝对不会戒严啊！你就赖清德发言人啊，你就代表赖清德嘛。你现在还说你没有党派，你就赖清德发言人。然后你细细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我呢担任这些职位从来不是主动求的，所以不叫酬庸。他的逻辑，第一个不是主动求的就不叫酬庸。第二个，他说没有啊，大法官这个副院长还要经过立法院层层的审查，而且民进党不是多数，有可能会有阻碍，所以这不是酬庸。他的意思是说，给了马上有才叫酬庸啦，他不叫酬庸啦。这种司法院的副院长过得去吗？所有的质询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法学素养。没有看到他的逻辑，只看到他自我打脸的逻辑检证。另外一个大法官我也要补充哦，他叫做何赖杰，他讲了一句话，他在立法院审查说反对死刑，不代表支持废死。你逻辑死亡哎，你在讲什么啊？反对死刑了，不等于支持废死，你逻辑死亡。所以我觉得这批大法官哦。佩强委员真的，国民党立委哦，每一张都给他投下反对票，因为如果有这一些法学素养，其实没有到规定的。说真的，在蔡英文时代，你再怎么样有色彩，人家的法学素养至少是在学界说得过去的，纵使他有很鲜明的立场，可是这一批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法学素养不够，政党立场鲜明，逻辑死亡，一定要给他死当。我只能说，这个姚立明老师他这次的与立法委员的沟通，他尽力了，然后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有机会跟这些立法委员当面沟通了。我完全不能够理解赖清德为什么当时会提名姚立明老师来做这个职位。要知道，姚立明老师不要说跟国民党状况怎么样，光民众党态度就已经确定了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同意的，所以提名了他，我不晓得他真的是想酬庸姚立明老师，还是想来羞辱姚立明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只能够我从现在状况来回推，我个人觉得赖清德要么就是想得太好，他觉得他推荐的都是最棒的人，都是他觉得最优秀的人，不管朝野都会支持他；要么就是他受到旁边某一些人奇怪的推荐，他相信他小圈圈里的态度，结果做出来一个完全不可能通过的决议。要知道这一次不只是姚立明老师会被打枪，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大法官都会被打枪。所以这一批被赖清德所提名出来的大法官，包括正副院长们，我个人认为都是炮灰啦，是出来受死的。因为真的有机会通过的，恐怕是下一批的提名人才有可能。会通过几个？这是7个。我个人是一个都不会过，是这样子。对，他们说最多只有1个，最多的女生，因为有6个赞成废死，有1个没有赞成废死，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除了废死以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这些大法官呢对国会改革法案的态度和立场哈。现在的司法院院长的被提名人，他当时呢就是在国会改革在辩论的时候，他是作为行政机关的辩护人代表哈，所以他的立场就很明确。还有一个呢是姚立明呢提醒我的啊，这姚老师我们在座的应该现场。应该是赵先认识他最久吧，我认识他也非常的久，从他还是一个学者，然后做那个民调的时候开始啊，就国会观察基金会的时候开始。那赵先那个时候他代表这个新党呢去参选这个立法委员，姚立明他说他呢没有，他不是变色龙哈，他没有支持特定的政党，他只支持专业，他不忠于特定政党，他只忠于专业，良心的证明。这个，但是问题是他的选择呢都非常的政治。好，他讲说他之所以当初离开新党呢，是因为呢他主张一中两国。好，他说你当李登辉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是叛乱团体的时候，那当然就是2个国家啊。所以他说他主张2国从来没有变过。我怎么从来都不记得姚立明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张？那个时候有了，新党有10几个立委，中间有7、8个都同意一中两国是有的，同意一中两国。好，但是呢，他是支持台独吗？他的一中两国的概念是支持台独吗？因为新党当初呢就是反台独的啊。那他的一中的两国的概念，如果里面呢
不包含反台独的话，请问两国如何成立？这是我要问姚老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所有的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呢，都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捍卫者，你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诠释者。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我们现任的许宗力大法官就是特殊国与国的操刀者。然后现在的现任的这些的大法官，很多呢都是独派的立场，好，但是你们呢却服务于一个要去捍卫一中宪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华民国宪制体制下的一个大法官。那请问你未来的这些大法官被提名人，你们支持中华民国宪法吗？你们如果不支持现在的这个一中宪法，这个一中宪法，不要说什么一中两国了，根本不要说什么建立台独共和国了，连一中两国的空间都没有。你如果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干嘛来担任这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啊？莫名其妙嘛。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今天下午陆委会4点开记者会大家都在等，说他会不会否定了这个双城论坛？因为今天早上的报纸都登，说有可能办不了双城论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最近说老共这军演90艘船等等，那个飞机也过来等等等等气氛不好，办什么论坛那结果呢？下午说好吧，还是给你们办，因为下礼拜就要办了。还是办那这个陆委会说，为了营造两岸关系的和谐气氛，先同意你们来要看你们表现，要看大陆的表现，就看大陆，看还有这个团也很重要。如果有一个人喊出一个什么中国台北，对不对？真的，所以呢，另外就是老共，你这次军演你就不要搞那么紧张嘛，对不对？既然在论坛在沟通的时候，何必呢搞那么紧张呢？如果说这个军演又加强了。等等呢，那就不准了。虽然下个礼拜还有几天的时间嘛，另外办到一半就2天，对不对？2天那陆委会说呢，如果持续施压，就叫延后了。持续施压，看看现在11号、16号是吧？16号礼拜一来，所以还有5天嘛。这5天你们就大家就稍微都克制一点其实这个意思了那蒋万安说也当时传出来说陆委会要卡这个双城论坛。蒋万安就说还是办比较好啦，越紧张越要办嘛。你说你都不沟通，这也很奇怪嘛沟通至少比不沟通好了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蒋万安曾经提两岸人说蒋万安曾经提中共不再扰台是前提啦所以呢这个决定权是台北市政府。但你也讲过对不对？你一面扰台一面办这东西有点矛盾嘛那王义川就说：“蒋万安吞得下去吗？应该把双城撤掉不要办那左荣泰也说呢：“蒋万安你要慎思真的要办吗？真的要办吗？那时候还没有决定，陆委还没有决定是不是一定要办都去跟蒋万安喊话那民进党党团说不要推给中央，要办不办市政府自己决定。问题是如果中央决定不办，市政府要办也不能办这个权力还在中央那另外，蒋万安说希望继续办如果不办，就是15年来中断，第一次中断李延凤说，那交流后，中共军演没减少什么交流半天干嘛呢？军演减少吗？对我们4.2有减少吗？没有所以呢，还干嘛要沟通，干嘛要办？我们看一下。台北市政府提出了100多个人作为主管机关，我们已经大概通案同意陆方人士来台，但是北市府要补齐一些文件以后，那才会发证。台北市政府是上个礼拜3才送件，下个礼拜3就要办，这2个礼拜的时间，实际上这是很赶。我们一般的要求是，你要给我们2个礼拜的时间，那他们是基本上是压线提出来。那我们也尽量给他们方便，但是如果补不齐文件，那就没有办法。如果论坛已经在进行中，那发生了我们不想看到的状况，那政府就会做适当的处理，台北市政府也会配合。梁俊，我想其实刚刚陆委会这个梁文杰副主委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现在这个双城论坛其实呢，早在柯文哲任内的时候，当时台北市议会其实包含国民党以及民进党党团，当时
其实在双城论坛的这个预算里面，其实就有下了一个附带决议，就是共机共建如果持续扰台的话，那么北市府应该就不应该再来继续举办双城论坛了。那当然后来柯文哲还是举办了，所以当时其实国民党党团，我认为他们也是认同这个立场的。而且呢，蒋万安在2022年要这个选举的时候，他其实当时受访的时候呢，在2022年5月27号的时候，他是提到说，双城论坛的前提是中共不再扰台，对台湾释出善意，双方地位对等才举办才有意义。我想这个不是我刚刚讲的都是原文这个所有的这些记者影片都可以去调出来看。所以为什么现在蒋万安又执意要办呢？他现在当然也可以解释说他那个时候说错了，或者是现在时空背景有所转换都可以啊。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蒋万安自己的一个说法了。那当然，刚刚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一直提到，现在中国在整个台海周边的这些军事演习或者是共机共建的这些行动，当然都牵动着整个区域稳定的这个敏感神经。所以接下来当然双城论坛这一次其实来的是上海副市长，并不是上海市长。所以其实，在议会里面我们也多有质疑啊，如果不是对等的交流的话，为什么执意要办呢？好，那如果要开启交流跟对话的话，倘若在这个双城论坛过程当中出现了台海有擦枪走火的状况，那么我想这样子严重的状况，中央刚刚也讲了如果有一些状况发生，中央认为这样子的交流不能再进行的话，就会来要求台北市政府局来停办了。所以我想中央的立场是非常清楚，至少我们释出善意嘛。不易。台北市政府讲的非常简单也明确，希望办双城论坛，因为已经办了14年，希望这第15年不要来中断，希望继续走下去。但是从上个礼拜送件申请完到现在，陆委会今天才有了答案。那他答案还很妙，同意归同意，但是有些名单你还要补件。大家要知道，双城论坛是预计在下个礼拜1，他们大陆团就会来台湾，然后礼拜2 17号当天举办论坛，然后傍晚就结束了。以往都是3天这回就是怕有争议，所以还说成2天，让整个论坛可以更完整。礼拜1来，礼拜2开始，对，礼拜2结束，对，就结束了。来那天有没有？没有会议。礼拜1没有，就走礼拜2而已。所以礼拜1只是来台，礼拜2才开始会议，然后会议完之后，傍晚他可能就回到大陆去了。所以实际上已经双方为了这一次可能怕有一些擦枪走火，已经很压缩了，就是不要更多的事端。所以万安市长态度讲得很清楚嘛，他希望办下去。而且他说，越紧张的时候越需要交流，增加了解比增加误解好嘛。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的态度一直都是如此。但问题是现在就是卡在陆委会的决定以及赖政府的想法嘛。到底接下来是让他们多少人来，还是会让这个双城论坛停止？我们现在还在等，因为还不确定对于今天陆委会的讲法，不晓得最后结果是如何当然了，很多绿营人士认为，就近期大陆对台湾不友善，那共军常常来侵扰我们，所以应该要停办双城论坛。老实讲，这种态度我个人尊重。可是我以民意代表来做个举例啊，我们民意代表常常都在跑行程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跑这些活动有没有选票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不跑绝对没有选票。双城论坛也是一样的态度嘛，办有没有用？我不敢说一定有用，但是不办确定是没用，而且会造成双方更加恶劣的情况嘛。所以我才说，就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如果双方两岸能够多沟通就多沟通，能够多谈就多谈，因为我相信见面3分情，多聊一定对两岸的关系有好的帮助。所以因为台北市办这个跟上海办这个双城论坛，所以我知道台北市跟这个上海市其实关系还不错的。对，好，那很多上海就后来去当大官的。好，所以能够建立一个管道，其实并不坏的哈。来，金总，我补充一下，上一次就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对岸对于我们的招待是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包括到很多地方安检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良善的互动继续持续下去。这个陆委会啊，就是放就放了哈，还要放一个尾巴在那边，我觉得有点小气了哈。如果说他今天呢大大方方的哈，就说呢，虽然呢大陆呢现在呢在什么共机穿越海峡中线，然后共建呢在台海周边呢星云密布哈，但是我们基于交流的诚意哈，欢迎他们来参加台北的这个双城论坛。我觉得大家对于赖政府的整个感官呢都会完全转变。现在呢，好像一方面是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下面，觉得说哇，你这样子就因为共建的关系啊，因为共机的关系，然后你就停办了，似乎显得奇气小灾，而且好像有点真的是被大陆的那样子的武吓给吓到了哈。
可是呢又放说，你想想看。梁文杰讲说，如果办的这个过程之中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随时喊停是怎样啊？是怎么样？是要把这些人就地这个是关起来，还是说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呢？这是一个很离谱的一个状况嘛。两岸关系是这样哈，我就说多交流没事，没事多交流，这是有道理的。今天呢，大陆呢，如果说要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他不会让这些有重要的地位的、有重要背景的人在台湾这边爬灶嘛。他真的也会担心你会把他们抓下来当人质啊。所以说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很不好了哈。那个蔡英文那时候蔡英文在位，两岸关系很不好，大陆不就先喊停了到台湾来的陆客到台湾来的自由行吗？那后来就发生疫情啊，两边就断了嘛，哈。就是说，今天他如果要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呢，那他就是第一个，你陆客不要在台湾，你所有的交流团呢，通通都给我撤了，你的大陆的这个学生呢，也不要在台湾来，那我才好行动啊。那但是呢，现在呢，他如果摆出来一个态度是希望两边多交流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也是在试图营造一个良善的气氛嘛，哈。而且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讲呢，就是怎么样都有说法了哈。之前的时候呢，大陆曾经上海有公正啊，他来，那刚刚就说，哎呀，他又不是第一把手哈，层级不够高，然后呢，你派了这个层级够高的人来，就觉得说，哇，这是共产党的头子，你怎么放任他来对我们做认知作战？现在呢，来个副市长也说他这个层级不够高，不对的，你到底要怎样嘛哈？就是说交流的本身在于实质，能不能做成对于两市的人民有益的事项，这才是重点嘛。郝龙斌当时就在因为这个双城论坛是他促成的哈，然后在双城论坛的第一届的时候呢，就促成了上海虹桥机场跟松山机场之间的直航，方便了多少人呢？方便很多，不过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因为老共那边很复杂了，好，解放军系统跟这个台办系统也不见得是立场都一致嘛，啊，那对我们来讲就多交朋友嘛，好，你军方再怎么样施压，我这边能够交个朋友，其实也不错，有什么不好呢？就要再回来。好，那么一方面共军在围台操演，马英九宣布下礼拜呢要再带他的这个大九学堂的学员访问中国大陆，到哈尔滨、到成都9天啊。那他们要去参加哈尔滨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的活动，而且呢也到四川的成都去参访啊。哈尔滨现在很冷啊，他们比较很有名的就是到时候也会有那什么冰雕啊，各方面这些上东西啊。已经有了。对，那这个大陆国台办说欢迎马英九，会做好各项安排啊。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希望他能够勇敢自称中华民国前总统，这讲过很多次了，这个不是上次不就讲了吗？中华民国宪法讲过的，这个不稀奇的，马英九不是不敢讲这个了啊，老公也不会因此就不让你去了啊。马英九要率台湾青年访中，民进党人说一错再错会成历史罪人，好像历史罪人好像是老共常用的语哦，民进党现在都跟着一起用啊。那所以呢，现在不是只有网红啊，这个统战 YouTube 说台湾破1000人被收买哦，所以你们就讲大陆好的，讲台湾不好的，都被怀疑被收买哈。那国台办收买台湾网红吗？那国台办反批民进党自导自演，邪不胜正，清者自清，就是马英九要算大九，就是什么大九学堂的学生去了哦。他上次去过一次，对不对？他已经去了，这个是第三次了嘛？对，而且呢，哈尔滨呢，我觉得一定很多的年轻人其实还蛮羡慕的，也可能包括大陆的年轻人也都还蛮羡慕，因为他那个是他们最夯的一个节。非常多人，可是呢，因为要接待马英九的这个大九学堂的团体，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便利性的安排。我想很多人会很羡慕。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已经第3次带这个青年朋友到两岸这交流，我觉得两岸的学术、体育、文化这些交流应该越多越好，所以我非常支持、非常赞成双城论坛一定要办下去。我也看到蒋万安市长跟这个马英九总统愿意顶住压力继续做这个交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
因为越是紧张，你越要交流嘛。刚才吴思瑶讲那什么话？他讲说你不要将越来越错才是这个历史罪人，两岸开战才是历史罪人啊！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如果兵凶战危，这是全体人民的损失，这是两岸的人民的损失，你怎么会觉得这个交流对话不重要嘞？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国防，可一方面你一定要对话的啊！我刚才了解一下这个陆委会的这个记者会的现场哦。很多记者朋友已经好几家问哦，梁文杰就是必答。他问说：“那请问102位不行，那是几位？100位还是90位？那哪一些人要补件？因为下礼拜就要办了，你直接跟我讲嘛，2位、3位，对不对？你还讲说有些有党员的资格，有些有党员的身份，那你直接点出哪些要补件嘛？结果记者媒体朋友去私下会后再问梁文杰说：那请问啊，这个那到底名单要怎么样？你知道梁文杰回什么？你不要问那么细啦。”那你不要问那么细，人家就是要确认你要补件是什么，才能让这整个的团体已经说成这样子，就是希望不要有擦枪走火，然后呢，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都很好。可是这个陆委会就像乃金姐讲的，有够小气，他就是要玩你玩到最后一刻，玩到他们这个论坛搭机要返回去中国大陆的时候，玩到你最后一刻，这有够恶劣。所以我是觉得啦，梁文杰，2011年。的梁文杰在哪里？你跟郑文灿不是跑去澳门吗？被这个法院认证151万啊，不是很爱这个两岸的交流？那这种交流不是正常的交流。现在人家要做正常的交流，你反而不行，那你到底是双重的标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蒋万安市长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陆委会怎么样给你穿小鞋抹红，你行得正做得当，安排很妥善，两岸的这个双城能够交流，绝对是两岸最大的福祉。亮君，我觉得现在大家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网红揭露说是不是有被中国资金收买哦？我觉得大家最近其实年轻人都一直在流传这个影片呢，他想说天哪，我收看的这个 YouTuber 他们是不是背后中国真的有中国统战部的资金哦？我自己会认为，大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哦，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立法的角度来去看哦，因为你知道说，其实现在包含在 Facebook 还有很多的这些社群上面，如果你有所谓后面有资金的，就是广告啊，它其实会显示上面说。出资者是谁哦？然后包含现在我们看到，如果电视上面有广告或者是冠名播出等等，其实都会显露。也就是说，必须要去做基本的揭露哦。那大家现在在讲说，到底这些资讯我们要怎么样去辨别？其实，在这个时候之前哦，大家就一直有在讲数位中介法，但是当然在立法院里面后来哦是停下来的。但这里面其实重要的核心就是来自于它背后的资金有没有来自于中国。所以如果你看说这些网红他们去拍摄的影片，那这些影片它可能来自于中国官方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单位的资助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揭露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认为其实我们可以从立法的方向来去看。那当然，我们所谓的阅听者来去看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去做判断。我们选择要看，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网红他背后所拍的影片，他可能有收中国的资金，那所呈现出来的到底是真是假，这个就由阅听者自己去判断。所以我觉得在看网红有没有收到中国统战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好吧，到底破千哪些人呢、啊？说这些人在厦门、上海、北京大城市呢，有不少网红这边流窜。那主要的呢，不只是网红，还包括教练、教师、庙宇等。他们认为呢，都是老共这个统战的重点。来，世轩，这个我觉得讲到统战哦，我觉得要先认清楚什么是统战。统战是统一战线，不是统一台湾作战。统一战线，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最会统战的是谁？是民进党哎！你透过各种媒体、各种侧翼，你在这不才是统战吗？你说网红，我跟你讲，实质有金流，透过网红在统战人民做这个思想的洗脑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执政党。委员，你们在立法院审预算有多少的广告？最近不是才被抓出来吗？用那个什么就业安定基金花了100万，数位任性，对嘛？去买广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实质的，透过金流、透过费用去买网红，去做到宣传你政府。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先认清楚统战的这件事情。统一台湾作战，我们大家都反对，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到底这些网红发生什么事情。从刚刚梁文杰的这个受访的画面哦，我看到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一个堂堂的执政党，小鼻子小眼睛，这里给你叼一下，那里给你叼一下。你看马英九学堂带着这一批学生来到台湾，处处想要给人家穿小鞋，处处想要给人家找麻烦。这一次也是一样，
这个马前总统要再去哈尔滨，我相信也是一样的这个状况。今天因为两岸紧张，更应该要沟通。堂堂正正的执政党，你就抬起胸膛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美中关系难道好吗？现在美中两岸的领导人难道不会笑着就算假笑都会笑着握手？就算他心里面想的不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是要这个抬起胸膛哦，要有自信，不然真的一个堂堂陆委会被人家笑死。莫须有对于我们自己的国民，然后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一般所谓有一点声量的 KOL， 因为他们帮中国讲一些话，基本上来讲，这就是另外一种所谓的麦卡锡主义。而麦卡锡主义在1950年代，我们都听过麦卡锡主义。其实麦卡锡主义就是说，我没有证据，但是你就是你就是共产党的人，所以你就应该死，你就是有罪。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我可以把你置入。你要提证据说你不是，我不用提，这就是麦卡锡主义。可是麦卡锡主义后来麦卡锡死之后，被他们美国的大法官给禁止了。我们台湾刚好相反，我们大法官还蛮支持这样的作为。所以说，给我们证据啊，给我们国会调查权，我们来查。我们现在要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查霸凌案，因为霸凌案有太多证据了，太多人，甚至有人死了，有人准备跳海自杀。我自己认识的一个人准备跳海自杀，公务员因为被霸凌，就海科馆的案子。所以说我们会去查，因为我们有证据在这边呢。同样的，你给我们证据说这边有网红，我们去查。可是你跟莫须有的罪名去讲另外一个网红，因为他们讲你不喜欢的言论，这是算些什么？你是执政党，如果你真的有证据，民主法治国家有证据，用证据查。两岸的沟通到现在真的越来越辛苦啊，用字遣词要非常小心啊，因为一个不注意就会被别人抹红抹黑啊。与两岸的交流啊，到底是交流还是统战？与网红的是合作还是收买？不同阵营跟不同的状况啊。绿营跟对岸的互动叫交流合作啊，蓝营跟对岸的互动叫统战收买啊。这种双重标准，我觉得才是最大的悲哀啊。这一波哈，在指责网红是被统战对象的哈，其实大家有注意到里面它还有一个商业操作的逻辑啊，就说有些的那个现在跳出来指别人是统战网红的人，他自己本来是红的，然后现在转绿哈，那就是着眼于流量，着眼于这个市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这一波的这个操作呢，就跟当初呢民进党陈水扁那时候2000年该当选的时候，有一批。本来你从来不知道他原来是绿的立场的人，突然这个由蓝转绿，其实着眼